我们玩完游戏，我们要来聊一些比较这个政治上面的议题啦。就是说，这里我刚刚也提到，就是说你们两个人现在手上节目很多，然后党主席也很强化这一块。他自从总统大选之后，赖清德就一直强调说要加强这些网络上面的论述。所以呢，这个中午党部也有些直播，然后两位各自也有自己的一些块状节目在播。会不会到最后其实都在同温层取暖这件事？我一直有一个问号。就同一个人，我在这边也讲，我在那边也讲，我这边开节目，然后党部这边也开节目，然后党部开的这些节目来宾又是我们这些人。那所以其实受众群来说，在网络上面的扩散效果是好的吗？我要先请教一下一传。那就是你自己要把题目定位好。像我的广川去都会基本上不谈政治。那我就行销每一个地方的名产、小吃、老街，然后有时候配上当地的政治人物、理事长、会长，他们刚好在办活动，就行销那个地方，所以变成会有一群粉丝，他是每个礼拜天要看我去哪里玩。那因为我的节目都是11点到12点，所以到了下午那个地方就很多人。哦，是哦。有的人就突然间重来了，他来就说我都要隔壁，我都要看着你在讲这。那我说我从哪个地方挑都来，然后就来吃我们刚刚讲的那一家店。哦。我上礼拜去乌来，就超多人，后来全部跑去乌来老街，然后他们从来没有来过乌来老街。哦。那我就介绍乌来老街买什么，然后吃什么这样子。哦，所以你也是某一种的带货王。就是那个以前那种什么时尚玩家。啊，类似。但是我们制作成本很低，就一只手机，这样弄，然后就是。这种就是，然后你出错，你出包，那个流量会暴增。你出包了之后，流量就暴增。这是那一种节目了。那像我有一个节目是只讨论立法院，其他不讨论。啊，对，就是那国会特侦组。对，国会特侦组。那就是只讲立法院这个礼拜的所有的委员会，这个总质询哪些立委提的法案，它背后的目的是什么？那一群那个听众就知识性了。哦，就那个你不能嬉笑怒骂，你就是只能讲得很清楚，说他这个法条是怎样。那其他的我有个广川踹拱，那个节目就是大部分在骂中国。哦，所以你自己就有设定好，对，立法院的、两岸的，然后吃喝玩乐的。对，那这些都在突破同温层。那个广川去都会就完全突破同温层，因为你不谈政治。就最多是偶尔插一下花，然后大家会心一笑这样子而已。那国会特侦组这就是对这种法政比较有兴趣的民众，他就会去看这个。那其他的节目基本上大概就是跟一般政论节目差不多的这种节目。其实这种节目收视率也不会很高，因为它就跟政论节目是一样的，比较类似。像我们5清5个人主持的风格都完全不一样。像戴伟山找来的来宾都跟我们完全不一样。他就是有点像那种什么音乐网，就是那种什么排行榜，就是那种以前我们念大学的时候在听的那种广播的。陶小青那种音乐网，对，什么光宇啊，光宇，就是说你夜光家族，对啊，你听那声音很好听，然后讲话的内容是很比较文青式的。像戴伟山就走这一种路线，他就不会像我跟吴峥这样骂。那像周冠廷，他就是会准备超多资料。周冠廷是所有参加政论里头最认真，所以他都是透过自己的他就透过这些节目在那边练习，他要在新北市质询的内容，应该就是这样吧，先预演一遍，所以这样才能突破同温层啊，因为不然我们很难。那吴峥嘞，你觉得说有打破同温层这样子的，或者是吸收到年轻粉丝这样子的效果吗？我觉得其实就算你的形式是政治评论，然后就不一定它
当然，因为我们都说你做一些比较软性的事情，吃东西、出去玩，或是比较容易接触到对政治不关心的群众嘛。但我觉得，就算你是做纯政治的内容，其实你持续做就是有机会。因为像前阵子不是青鸟那个很多青鸟出来嘛，然后我们那时候都在各地办座谈嘛，就接触我自己也接触到很多年轻朋友，然后我就发现说哇，一些在 Threads 上面现在对我最支持，然后我去哪边上节目，他们都会自己帮我那个剪片段出来，然后自己 po 到网络上，就这种行动力很强的粉丝，其实他们也是可能去年或甚至今年才认识我的。就是以前他们虽然我一直在做，例如说我一直在从政，我一直在讲我理念好了，可以前他们可能也没有关注到，是刚好这次有一些大事件，他们才进来看，然后就说发现吴峥，哇，我好喜欢吴峥，我觉得他讲得很好，然后所以他就变成对我或者说对我参与的政治活动有认同，所以对我觉得第一个是你持续做下去，其实本身就会有这个机会，那再来是说，我觉得其实你去看光是今年跟去年的对比就很明显，因为现在立法院好多委员都在开直播嘛，洪申翰开嘛，然后这个沈伯洋、黄捷、吴佩仪他们也有开嘛，对，然后这个党团现在也开嘛，什么钟嘉宾啊、许志杰，然后每个人都在开。对，那你去看去年的时候，有立法院我们民进党的立委里面其实是没有一个人开直播的，一个都没有。对，那当然，大家现在会说，每个人都开51个委员啊，观众有真的就成长51倍嘛？当然不会。可是重点是说，我觉得其实这也是一种技术跟能力啦。你就是让每个委员他其实对网络的社群是更熟悉，然后平常把这个连接建立起来。那下一波我们不知道下一波大家会爆关注的社会事件，或者说立法院的重大冲突会什么时候？但是你平常先把这个通路跟能力养起来，基础功的意思。对，那你真的等到事件，今天如果立法院有一个什么样的事件发生，什么样是你表现的机会来了，可以让所有人看到说你为大家做的成果，那这个时候你的那个流量跟关注才能刚好一波上去嘛。不过因为我比较功利主义啦，就是我也会跟很多这个网络酸民一样，大家都有疑问说，那所以年轻票嘞，年轻票透过这样子的方式。就可以争取到吗？那所以年轻票可以透过这样的方式争取。就你直接去想到年轻票，你就会很沮丧，因为你不可能马上得到。刚吴峥讲那个，就是说你可能每次直播都有300-400人，都没有破千没关系，因为每次都直播300-400人，那就300-400人每次都固定上来听你讲话。可是忽然间有一个大议题出现，你很想讲话，可是媒体不一定会问你。那些立委说我要在立委前面开记者会，媒体说你要干嘛？你要讲什么？你是不是先跟我们讲，我们再决定要不要派人去？可是你如果有直播平台，你就开啦。开了之后这里头只要有讲到10秒到15秒的爆点，他们就会剪辑用。所有媒体全部引用了。然后你的粉丝会帮你剪短片啊。那短片就去扩散了。那扩散到爆量的时候，那媒体也直接就引用那个短片就直接上。那这就是一个这样一串过去之后，你要曝光就速度就很快。可是这个不是说你忽然间想要开一个直播，但是你这个直播就慢慢累积，慢慢累积。即使一开始在同温层，可是你还是有机会去突破嘛。就是你媒体有报说这个人在开直播，然后他忽然讲了一个很厉害的事情，然后播了之后，搞不好就很多人去订阅你的那个频道，因为觉得有时候你会讲出一些很厉害的事情。所以这个是一直累积啊。当然，党内有很多立委说开直播不好啊，就他的选民就是没在看直播。但是我引用苗博雅讲的一句话，他说我们的政治人物都以前去庙口、去社区发展协会、去那妈妈教室、去那里固庄嘛，就做这事，或者是运动的什么协会。他说网络就是一个庙口啊。是啊。而且网络的庙口是他们都在庙口等你。而且你随时都可以跑去任何一个庙口，这实体上你可能要你的选区的这个庙，你人要去到那里才是有那个庙口啊。你去到那里可能5个阿公在那里，你讲话只有那5个人听。可是网络如果你设了几个庙口，在上面每次都几百个人在那里等你，然后你进去讲话，他们通通听你讲。虽然你看不到他们，可是他们都在听你讲。他说那个也是一个庙口的了解。那你们怎么看说？因为年轻票当然这是一个比较长期累积的工程啦。那可是，一般认为说，民众党的年轻票的确是
碾压式的超越其他国内的政党。那可是因为民众党最近麻烦事情比较多，从民调上面看起来，他们的年轻票也的确流失了不少。有没有什么样子的好的方法，可以趁这一波，然后把抢攻民众党的年轻选票？先一传好了，等到吴正。我们没有在想这件事，就是。可是他们就是抖掉下很多年轻票，这个时候要赶快去接住，不是吗？不一定啊。不一定，不一定。像你看，现在大部分的民调，民众党掉了的这些票，统统跑到不表态。就是说，或者他就说我没有支持谁，就他以前会强力说我支持民众党，现在就说我没有支持谁。因为其实蛮多民众党的这些40岁以下或30岁，更精准讲30岁以下这些，他是很讨厌民进党跟国民党。对。所以当大家对民众党这么严格，对阿北这么严格的时候，这群人是更恨民进党了，更恨国民党了。然后这一群人他也没办法在社会上、在网络上跟人家讲说我就是挺民众党，所以他就回到不表态，然后说起来，我其实也没有参加任何政党，其实我也怎样怎样。那这一群人就会跑到那个灰色。那这些人就没有办法争取到了吗？不是，他们就还要等一个救世主嘛，就是等说民众党有没有一个救世主，能够跟阿北一样，他们就又全部回去了。或者是说他们就回去关心的事物就关心到自己的日常了，就对这个政治他们也许就没有那么积极，就热衷，这就是回到他们又变成中间选民了。那所以你要把它从减1变加1，从那边直接抓过来，那太难了。现在的状况，蓝绿的政党如果每天在想这件事情，我觉得都会过头，因为这个阶段还不是说你硬要从那边。拉过来变成认同赖清德、认同民进党，我个人觉得这个难度很高。吴峥怎么看？我比较是供给跟需求的这种想法啦，就是我们把政治比喻成商业好了，假设例如说汽车好了，那例如说民进党可能是油车，好，例如说福斯好了，好，啊油车当然好不好？很好，油车很稳定啊，对不对？技术很成熟，那而且。我全台湾这么多加油站，我走到哪都不用担心会跑不动，它支撑起我们整个交通。那问题是也有年轻人喜欢电车嘛，觉得电车潮啊，对啊，电车起步快啊，电车没有排废气，哇，减碳啊，他觉得我这是新价值，这很棒，对，好不好 ？OK， 那这就是大家不同喜好。那现在假设民众党是一家卖电车的公司好了，最近爆发很多弊端了啊，财报作假啦，啊那个零件根本不行啦，啊里面其实用的根本不是啊，你说是外国制就是中国制等等，好很多问题。那所以现在有一些年轻人对这家电车公司失望了啊，他们会回来开油车吗？不一定嘛，对不对？因为他本来他就是喜欢新的，他想新的嘛，所以你就跟他讲说啊，你看那些电车就是不好啊，你还是回来开油车，油车可靠啦，油车维修容易啊，他也听不进去。所以我觉得所以要怎么样去如果说我们想要去争取这些喜欢所谓的进步价值、新价值的年轻选民的话，那应该是怎么样我们自己也把这一块凸显出来，因为通常如果是在商业上，那可能这个大公司它底下会有一个子品牌嘛，就说我们这个专门现在是做新创的，专门也是推新产品的啊，你喜欢新的东西，我们专门有一个产线是做这种，对，所以我觉得比较不是去跟他们说教说，你看你们本来喜欢错了哦，那这个我们是还对的，应该是看到说，他们是在民众党或者说柯文哲身上看到什么，那怎么样？他们觉得说，我想要创新，我想要不同，我想要改革，那我们是也把我们这一块展现出来，才能有可能去把这些人争取回来的。所以应该说，他们现在在调这些支持度，然后但是还没有到他们要选择另外一个支持度的支持者的那个时间点，可能在中间的一种冷静期。等到冷静期过了之后，他们可能会有自己新的一种选择。所以民进党并没有一种很功利的想法说，趁此机会你调我就赶快抢，没有这种，没有这种，实务上难度非常高。